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最近，中国2支舰艇编队现身日本南北2大海峡，无人机呢也跟着亮剑，使日本的御用摄影师有点懵。中国军舰通过日本的2大海峡前出太平洋，日本海上自卫队呢很紧张，派出了军舰、飞机来跟踪监视，或者是伴随航行。因为我们在这些海域活动呢，都是走的公海，自由航行嘛。你管不着，你只能在边上看着。那么日本海上自卫队很忙很乱，而日本航空自卫队呢也没闲着。由于在东海上空出现了一架大型的无人机，因此有御用摄影师之称的日本航空自卫队的飞行员也紧急出动了，而且是一通狂拍。他拍到了什么？拍到了一架中大型的无人机在东海地区上空飞行。那么根据后来的照片呢，他们进行分析，这架无人机很有可能是中国的 TB-001 双尾蝎无人机。那么他们这个分析判断有没有道理呢？从照片上看，确实是和中国的 TB-001 这款无人机呢非常相像和相近。那么这种无人机是由谁生产研制的呢？是由谁使用的呢？那么使用方目前不清楚，但是我们比较明确的是，如果日本拍到的这架无人机确实是 TB-001 的话，那么它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民营企业生产的。这个民营企业呢叫腾动科技，成立时间不长，非常短，但是呢就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它就开发出了一系列中大型的无人机。而且据说这款无人机呢现在还出口了，出口给谁呢？给阿联酋。TB-001 它是有几种改型的，有民用改型，也有军用改型。民用改型呢可以挂载合同口径雷达、光电传感器，实施相应的跟踪、监视等使命任务。那么军用型可就厉害了，它在翼下增加了4个挂架，最多可以搭8枚比较重的空对地导弹。那么如果用复合挂架的话，它的载弹数量还更多。如果 TB-001 双尾蝎无人机真是出口到阿联酋，那么它就预示着中国的民营企业已经开始向国外大量提供中大型的无人机了。中国在无人机产业是非常先进和厉害的，整个产业系统大概有上千家的企业。目前呢，中国无论是生产的军用无人机还是民用无人机，占的市场份额都非常大。在民用无人机领域，我们已经占到了世界同类型无人机市场的70%-80%。但是大部分的民用无人机企业生产的都是小型无人机，生产中型以上无人机的企业相对比较少。那么 TB-001 这是中国无人机产业的一个典型代表，可以预示着中国民用无人机产业已经向着大型化的方向发展。那么这款无人机从外观上看，它采用双发双尾撑的构型，2台发动机就可以为这款无人机呢提供强劲的动力，因此它的最大起飞重量差不多能够达到3吨的水平，最大载重量据说能达到1.2吨，经济效益相当好的。另外呢，它的留空时间非常长，在目标区上空它可以长时间飞行，连续的航行时间达到35小时。那么这款无人机现在是否进入军队服役呢？不得而知，因为它诞生的时间很短。要想进入军队服役，你必须要经过相应的战术技术指标的考核，你要达标可以入列，如果不能达标，你继续的改进改型。那么如果放低一下指标，比如说我不需要它挂载武器，那么它进入海事部门或者是警示部门，我想可能就会相对容易一些。当然，据说这款无人机还在进一步的改进，以便能够成为运输无人机。那么今后它有没有可能成为中国人解放军的一个作战装备呢？这个需要看发展。此次日本航空自卫队的飞行员拍到的这架 TB-001 双尾蝎无人机到底是军用还是民用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无论是军用无人机还是民用无人机，在东海海域飞行都是不违反国际法，因为东海海域有我们的专属经济区，也有我们的防空识别区，我们经常需要派出飞机在这个海域进行相应的监视侦察。那么无论是渔船还是军舰在这片海域的活动，我们都需要适时掌握。当然它还可以执行救援任务。那么不管它是担负军事使命还是民事使命，
我们在东海、南海、黄海等地区呢，都需要有这样先进的无人机来担负不同的使命任务。现在累的、倒霉的是日本航空自卫队的飞机。用中大型无人机在这些海域执行长时间的巡逻任务，优点非常明显。比如说，它的成本很低，双发螺旋桨的飞机每小时的耗油率是不高的，要比喷气式的战斗机、轰炸机或者是预警机承担巡逻任务呢，它要便宜得多。另外呢，它的留空时间要比各种各样不同军用飞机要长得多。战斗机的留空时间2-3个小时，顶多30个小时。大型的巡逻机，它的留空时间也不过是10个小时，而双尾蝎无人机，它的留空时间可以达到30-40个小时，这一点它就有优势。那么长时间的在这个区域巡逻，必然也会引起其他人的关注。比如说日本航空自卫队这次就很关注，他们急急忙忙派了战斗机上去跟踪监视。当然不知道是谁在监视谁。那么战斗机的寿命可是有限的，一般也就是几千个小时，它的留空时间也是有限的。那么监视一架无人机，它恐怕要连续的派出多架战斗机才能够保证不间断的监视，累不累啊？而且这样的飞行对发动机、对机体的寿命都是影响很大的。日本现在能够用于监视的飞机主要还是 F-15战斗机。那么这款战斗机呢，是日本上个世纪80年代引进美国的产品生产的，到现在已经有了30-40年的历史了，寿命都快到了。你还在玩猫捉老鼠这种游戏，你还能玩几天？飞行员很累，飞机也很累，可能累着累着你就会出现老年病，就会在天上发生故障，那么对你的安全是不利的。因此奉劝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某些人，该出来的时候出来，该歇的时候还是歇着为好。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